各位朋友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孩子半夜发烧，拿着银行卡去医院交押金，柜台却提示卡被冻结，柜员告知因超过3年无交易，账户已被列为睡眠账户锁住，里面存的20多万教育金，明明省吃俭用转下的，竟一时无法动用，解冻需带其证件，填表申请，等待审批。若人在海外，处理更麻烦，有些国家甚至会将长期不动资金上交国库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2026年全球银行业将严格执行的新规。未来2-3年，所有沉睡账户都将面临批量清理，力度空前。如果您家有压箱底多年的存折，或老人分开存钱，连密码都记不清的卡，请务必警惕，这些钱正面临被冻结、扣费甚至注销的风险。今天，俊明就针对在美国、台湾及中国大陆生活的华人朋友，聊聊如何守住活命钱，避开这些看不见的坑。我是陈俊明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频道。请您现在回想，是否有多张银行卡久未使用，遗放好几年？若有，请在评论区敲有；若已清理，敲无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请点订阅关注。养老政策、银行新规，我会第一时间为您提醒，让您养老路上少踩坑，多省心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首先得弄明白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干。是不是银行缺钱了，变着法子扣咱们的钱？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。而且这个是在不同地方说法不一样，后果也差得远。大家一定得对号入座，听听自己属于哪种情况。首先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朋友说件特别要紧的事，美国有个法律概念叫 escheatment， 翻译过来就是财产充公或者归还州政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您的银行账户连续3到5年每个州规定不一样，有的州甚至只要3年没有任何动静，没存钱、没取钱、没转账，连网银都没登录过，银行联系您又联系不上。那按照法律，银行必须把您账户里所有的钱上交到所在州的财政部。您没听错，不是银行拿了，是交给政府了。一旦钱进了州政府的口袋，虽然理论上还能申请拿回来，但那手续简直能让人脱层皮。您得去州政府网站查档案，填一大堆英文表格，提供当年的住址证明、身份公证，有时候还得找律师。这套流程走下来，没个1年半载根本办不完。很多华人朋友英语不那么流利，或者搬了家没收到通知信，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就这么莫名其妙成了政府的钱，这真是个巨大的隐形陷阱。咱们可不能因为不了解规则吃这个亏。接着跟台湾的乡亲们聊聊，在台湾，这种账户叫做禁止户。虽然现在监管部门规定银行不能随便把禁止户的钱充公，但银行有权停止给您算利息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您账户里有100万，只要被列为禁止户，这100万就躺在那睡大觉，1分钱利息都不产生。更麻烦的是，为了防范诈骗，银行会把账户功能全部锁死。您去 ATM 取不出钱，刷卡消费刷不了，必须本人带着双证件、身份证加健保卡或驾照亲自跑一趟柜台办理解除。如果您人住在国外，或者年纪大，腿脚不方便，这笔钱就等于被暂时封印了。急用钱的时候干着急。最后跟咱们中国大陆的同胞细细说说，国内现在正在大力推进断卡行动，主要为了打击电信诈骗。那些长期不用、余额又比较小的账户，会被银行系统自动标记成异常账户或睡眠账户，一旦被锁，可能就是只收不付，只能往里存钱，但不能取。严重的甚至不收不付，存钱取钱都行不通。要想解冻，您得去银行重新做身份核实，有时候还得跑派出所开证明，证明这卡是您自己在用，没有卖给骗子。这对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，简直是折腾人啊！跑完银行跑派出所，一套流程下来身心俱疲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账户会被盯上呢？虽然各地标准有些细微差别，但有个通用红线，大家一定要记牢。通常是那些超过3年甚至5年没有任何主动交易的账户。什么叫主动交易呢？就是您主动发起的操作，比如存钱、取钱、转账，而不是银行自动给您结息产生的流水。这类账户往往还有个特点，余额比较小，比如低于10块钱、100块钱这种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俊明啊，我那卡里要是没钱，冻结就冻结呗，反正也没损失。这里头其实藏着个大坑，您可得听仔细了。有时候卡里虽然只剩几百块，但那也是咱们的买菜钱、应急钱啊。一旦被归为睡眠账户，
您再去银行解冻，那个麻烦程度绝对超乎想象。我跟大家讲个真实例子，就是我邻居王阿姨的事。王阿姨几年前办过一张卡，专门给外孙存压岁钱，每年存一点。后来外孙长大了，这卡就慢慢忘了。前阵子大扫除翻出来，王阿姨想着去查查有多少钱，结果到 ATM 机一插卡，机器直接把卡吞了，屏幕上提示请前往柜台办理。王阿姨到柜台排了1个多小时队，柜员告诉她，阿姨，您这卡太久没用了，已经转成9旋户了，也就是被挂起来了，要解冻得带身份证，还得用办卡时留的手机号收验证码。王阿姨一听傻眼了，那个手机号早就不用了，注销都好几年了。柜员说，那不行，收不到验证码，我们没法操作，您得先去电信营业厅打手机号注销证明，或者把现在用的号码绑过来，但改手机号得主管审批，得填好几张申请表。我阿姨那天光是跑银行、跑营业厅就来回折腾了5、6趟，最后钱虽然取出来了，但累得腰酸背痛，回家躺了2天才缓过来。您说为了这几百块钱遭这么大罪，值当吗？这还不是最糟的。最糟的是，有些银行对这种小额睡眠账户会收小额账户管理费。虽然现在很多银行取消了年费，但对长期不用、余额很低的账户，有的银行每个季度会扣3块5块，您卡里要只剩100块钱，扣上几年就扣光了，等余额变成0，银行系统可能就自动给您销户了，卡直接作废。要是这卡还绑着什么水电费自动扣款、保险扣费，那麻烦可就大了，可能影响您的信用记录，后续处理起来更头疼。所以咱们千万别不把这当回事，特别是接下来这几年，银行系统升级之后，这种清理都是自动化、批量化的，说不定一觉醒来，您抽屉里那些沉睡的卡就全变成板砖了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卡，避免被冻结，甚至避免钱被政府收走？居民给大家总结了3个最简单、最管用的方法，您只要照着做，哪怕卡10年没动，也能马上唤醒。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省事的，叫1分钱激活法。您今天就回家，把家里所有的银行卡、存折都找出来，摊在桌上，分清楚哪些常用，哪些不常用。对于那些不常用但又想留着备用的卡，您就拿起手机，用微信、支付宝或者常用的工资卡，给这些税卡转1分钱或者1块钱。对，您没听错，就转1块钱。只要有了这笔进账，银行系统立刻就会记录这个账户有活动，客户还在用，那么账户的睡眠倒计时就会重置，您又获得3、5年的安全期。这方法不用跑银行，不用出门，在家动手指几分钟就搞定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每年过年或者自己生日的时候，把家里所有的卡互相转一遍，1块钱就当给卡做年检，图个安心。第二个方法叫实体消费激活法。如果您不会用手机转账，或者老人的卡没开通网银怎么办？也简单，拿着这张卡去楼下小超市买瓶水、买包盐，结账的时候递过去刷卡或者插卡支付，只要交易成功，卡就激活了。或者去银行门口的 ATM 机插卡存100块钱进去，马上再取出来，这也算一次有效交易。但要注意一点，单纯在 ATM 机上查余额，有些银行的系统不算主动交易，必须有资金进出才行。所以最稳妥的还是存点钱或者花点钱，特别是人在美国的朋友，这一笔消费就能直接打断州政府充公倒计时，这可是关系到财产安全的大事啊。第3个方法叫主动瘦身法。其实居民真心劝大家，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，真没必要留那么多卡。您留着7、8张卡，密码各不相同，记也记不住，丢了又担心，这不是给自己添负担吗？趁着现在身体还硬朗，腿脚还方便，抽个时间去趟银行，把那些没用的，里面只剩几块钱的卡彻底注销掉，把钱都归拢到1张或2张卡里，一张日常买菜消费用，里面放点活钱，一张专门存养老钱，做个定期不动它，这样既安全又省心，将来万一有什么事，孩子们帮您处理也方便，不用翻箱倒柜找密码，这也算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做一次财务断舍离。说到这，居民还得特别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关乎咱们会不会上当受骗。最近因为银行都在发公告说要清理账户，很多骗子就盯上这个热点。您可能会收到这样的短信：尊敬的用户，您的银行卡因长期未使用已被冻结，请点击下方链接实名认证解冻，否则将永久销户。大家听好了，
凡是收到这种带链接的短信，不管他自称是哪个银行的，不管话说得多吓人，千万不要点，打死都不能点。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，链接后面就是钓鱼网站。一旦您点了，输入了银行卡号、密码、手机验证码，您卡里的钱分分钟就会被转光，一毛都不剩。真正的银行从来不会发短信让客户点链接解冻，只会发公告通知您带证件去柜台办理。如果您拿不准，就拿手机去银行问问大堂经理，或者问问家里年轻人，千万别自己慌里慌张乱操作。咱们老年人攒点钱不容易，那是养老的底气，可别因为一时大意，让骗子钻了空子。还有一点是关于家里老人的，很多老人，尤其是农村的老人，手里可能还有老式存折，甚至是那种没有磁条的纸质存单，这些东西年头久了容易受潮发霉，而且银行系统一直在升级，很多老存折在新机器上根本读不出来。您趁着过节回家或者周末有空，一定帮父母检查检查，如果发现有特别老的存折，赶紧带老人去银行换成新折子，或者把钱取出来存到新卡里，别等到老人行动不便或者记性不好了，那时候再处理这些老账户就得办公证、办委托，麻烦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咱们做儿女的多费这一份心，就是给父母多一份保障。其实银行的这些规定听起来挺吓人，但只要咱们摸清了门道，应对起来并不难。它就像家里水管，您得经常拧开用，水才是活的，长久不用就容易生锈堵塞。咱们的银行账户也一样，得让钱稍微流动一下，哪怕只是1块钱的流动，证明这个账户还活着，那就够了。俊明今天苦口婆心说这么多，就是希望健康永驻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把自己的钱袋子捂紧，看牢。不管您是在美国、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，绝不能因为不了解规则变成睡眠户，不能因为一时疏忽被冻在银行里，甚至被充公。现在听完俊明的话，您是不是心里有点底了？赶紧行动起来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家人，转发给老伴，转发给兄弟姐妹，告诉他们快去翻翻抽屉，看看有没有快要睡着的卡，赶紧转1块钱把他叫醒。您的一个转发，可能就帮他们省去一趟跑银行的奔波，帮他们保住一个重要的账户，这就是积德行善，这就是传递正能量。如果您觉得俊明今天讲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守住钱袋子5个字，这既是对我的鼓励，也是给您自己提个醒。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银行存款、理财、防骗的问题，比如老存折密码忘了怎么办，银行卡丢了怎么挂失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俊明会一条一条看，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做成下一期视频，专门为您解答。健康永驻，有我有你，我是陈俊明，让我们一起用智慧和细心守护好咱们的养老钱，让晚年生活过得更加踏实，更加幸福。感谢您的陪伴，咱们下期再见。